七夕这天，老婆在别人的怀里喝得烂醉，我去接她回家，却被她甩开手，满脸厌恶。唐朝，我怎么摊上你这个跟踪狂？你别碰我，我死外面都跟你没关系。后来老婆安全回家，我却为了保护她死在了外面。当我下葬后，一直讨厌我的老婆终于后悔了。朝哥，我来找你好不好？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死了！为首的小混混看着地上奄奄一息，我慌乱地往后退了2步。大哥，这怎么办？另一个小混混说：没事，这一片又没有监控，他就算死了也不关我们的事。小混混咬着牙说：是他自己的错，我们不过就是想和那个娘们聊聊天，他非要过来横插一脚。对呀，那个娘们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这个月我都看见他换了几个人了。另一个小混混说他的死和我们没有关系，错的人是那个娘们。我气息微弱地躺在地上，听着他们对我妻子的辱骂。只要他们愿意再看我一眼，就会发现其实我没有死。只要他们愿意把我送到医院，我也可以不怪他们。但是他们没有，他们利用谎言安抚好自己岌岌可危的良心之后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我的意识逐渐消弭，想到的最后一件事还是在庆幸老婆林薇没有出事。意识彻底消弭之后，我却突然睁开了双眼。我看了看自己的手，是透明状态的。好消息，我没死；坏消息，我成了一个阿飘。我叹了口气，准备离开，却突然被一股巨大的吸力吸走了。期间撞上了无数的东西，我没感觉，东西也没事，直到把我吸到一个熟悉的建筑物旁边才停止。我抬头看了眼，嚯，这不是我和林薇的家吗？下一秒，一道熟悉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：唐朝，你是死在里面了吗？这么久都不出来给我开门。我抬眼望去，女人正在不耐烦地敲着门。我抬手想摸摸她的脸颊，却在意料之中地穿了过去。她见敲门实在没人应，往后退了一步，烦躁地踹了上去。我看你是真死在里面了，最好别让我逮到你在干嘛。说罢，她便窸窸窣窣地在包里翻找着钥匙。我听见她这话，只是苦笑。我死了，你满意了吗？我甚至没有脏了家里面的地板。门前的女人终于找到了钥匙，她不耐烦地打开了门，入目便是我精心为她布置的惊喜。她皱着眉头看着这些布置，嘴角似乎往上扬了扬。我以为她是高兴的，但是下一秒，现实却给了我沉痛的一击。她走到我为她做的蛋糕旁边，抬脚就往上踹了过去。啪嗒一声，黏腻的奶油糊了一地。她还是嫌不解恨一样往上踩了几脚。做完这些，她走进屋子里面看了看，却没有发现我的人之后，她变得更加暴躁了。她将我所做的布置全部破坏掉，用尖锐的图钉将我打了半天的气球扎破。等到看见我精心准备的烛光晚餐之后，她皱了皱眉头，满脸厌恶地将所有饭菜掀翻在地。我捂着空荡荡的心房，明明已经死了，可为什么我的心还是那么痛呢？叮铃铃，一阵电话铃声响起。林薇本来紧皱着的眉头也松了下来。她起电话娇滴滴地说：我已经到家了，路上没有遇见什么危险。今天晚上玩得超级开心。好的，那明天见了。说罢，另一边的人像是问到了什么一样，他的眉头又皱了起来，但是声音还是甜的拉丝啊。你说他呀？不知道，谁知道死哪去了？再见了。挂断电话之后，林薇就去洗澡了。等到她出来之后，
看见这满是狼藉，仿佛想起来什么一样，开始拨打我的电话。可电话那头始终都是一阵忙音。他开始生气，并且骂我唐朝，有本事你就一辈子都别回来呀！大晚上的死哪去了？你最好是真的死在外面了，要不然我们就离婚。是啊，我真的死在外面了，这下你可以如愿了。他见实在是没人接听，就挂断了电话，冲我恶狠狠地发了条语音，说要我把家里面都收拾干净，不要碍到他的眼睛。说罢，他便转身回屋睡觉了。我静静地躺在他身边，以往这样的机会是我想都不敢想的。我看着他的睡颜，内心越发痛苦。他谁都喜欢，只是不喜欢我罢了。对呀，他又为什么要喜欢我呢？就连这段婚姻都是我强求来的。我最初见到他的时候，他在雨天蹲在墙角处，像极了一只流浪的小猫。我将身上仅有的雨伞递给他，看着他笑着对我道了一句谢。当时心脏处传来的悸动，我想这就是一见钟情吧。所以哪怕最后我一个人淋着雨回家，感冒发烧了几天，我再想起来，想到了，也还是他笑着的脸。我本来以为我们不会再见了，但是世界上总是意外比较多。在见到他的时候，是我们被逼着过来相亲。他冷着脸坐在我对面，淡淡地告诉我他有喜欢的人了，来这里只是为了应付家长。我心下好奇，就多问了2句他喜欢的人是谁。他告诉我说那个人出国了，但是他说过只要他在国外站稳脚跟，就一定会回来找他的。我问他真的相信吗？他沉默着不说话。半晌我开口说，不如你先嫁给我，等到以后你喜欢的人回来之后，我放你离开，你看可以吗？这样我们就都不用被家里面的人催了。他沉默半晌，最后还是同意了。就这样，我们办了一场婚礼，成为彼此最亲近又最陌生的人。刚开始他对我的态度并不好，但我始终认为只要我对他再好一点，再好一点，他就一定会接受我。只要让他看见我这颗真心，他就一定会爱上我。但事与愿违，刚结婚的第1年，林薇虽然不让我碰他，但是对我还是有最基本的礼貌，对这段婚姻还是有最基本的忠贞的。但那以后，不知道他受到了什么刺激，常常夜不归宿。我经常会在酒吧、在 KTV、在酒店这一系列地方找到喝醉的他。有时候是他朋友打电话告知我的，有时候确实我自己一家店一家店地问过去的。甚至有一次我撞见他和其他男人在 KTV 的时候，我再也忍不住了，冲上前就开始质问他在干嘛。后面更是不顾他的阻拦，要将那个男人狠狠地打一顿。他没有办法，只好抬脚吻了上来。一瞬间，我偃旗息鼓，我想他是爱我的吧。此后他的作风也收敛了点，只是依旧面上一副不喜欢我的样子，依旧不愿意和我过一次节日。就连这次七夕，也是我买了他一直想要的一款包包之后，他才勉强愿意和我一起度过。尽管他的语气为难，但我还是高兴得睡不着觉，用尽心思想让他度过一个难忘的七夕。可我从傍晚等到了凌晨，依旧没有等到他回家的身影。我担心他出了什么事，就前去寻找，可等到的也不过是林薇骂我是一个变态跟踪狂。他将我赶走，继续饮酒作乐。等到他愿意回家的时候，我也默默地跟在他背后，直到看见他的身后出现了几个想对他不利的小混混。我怕他受伤，便率先冲了上去，与小混混缠斗起来。可终究双拳不敌4手，我被小混混打得奄奄一息，又因为没有及时治疗而离开人世。薇薇，我终于像你希望的那样死在外边了，
你会因为我的死开心吗？叮铃铃，电话铃声打断了我的思绪，也吵醒了熟睡的老婆。我知道林薇是有起床气的，这在每天我一遍遍叫她起床的时候表现得淋漓尽致。她会嘶吼着让我滚，也会叫我去死。但现在看着她温柔地对着电话那头的男人说话，那个男人是跟在林薇身边最长的一个人。可能是因为他和林薇的白月光长得十分相似，也不一定。谁让我都没见过呢？我的心还是忍不住难受。原来他不是有起床气，只是他从来不在乎我，只对我发脾气。他挂断电话，走到衣柜处找衣服，突然开口道：“唐朝，我那条粉色的裙子呢？在你的左手边第3个柜子里。”我轻轻说道。也不管他能不能听见，他等了几秒，发现没有人回他，脾气瞬间就上来了。他扭开房门，来到客厅，边走边骂：“我不就是昨天没有陪你过七夕吗？你至于和我耍那么多小性子吗？一天天就知道让我哄你，那你还不如去死！”他找遍了家中的每一个角落，都没有发现我的身影，愣了愣，打开手机就骂唐朝：“你现在长胆子了是不是？都敢夜不归宿了。你要真是这样的话，那我们还不如直接离婚。”他看着面前凌乱屋子和旁边已经散发出些许异味的奶油，呆在原地。我飘到他面前，不由得揣测他到底在想什么。是在想我这个免费保姆跑到哪里去了吗？在想为什么今天早上我没有为他准备早饭？还是在想今天穿什么衣服去见自己的情妇？我听见他小声地咒骂着我，来来回回不过就是那几句话。说完为什么还不死？说一定要和我离婚。很快他打扮好了，嘴上涂抹着颜色艳丽的口红，整个人显得更加妩媚。他拿起手机，再次给我发了一段语音，警告我在他回来之前一定要把房间里收拾好，不然怎么说都要和我离婚。我苦笑：“薇薇，你要是知道我死了，你会为我伤心吗？”我不想见到他和他的情夫卿卿我我的画面，但是我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，巨大的吸力将我紧紧地环抱在林薇的身边。在第3次逃跑无果后，我放弃了，闭上了眼睛，只当我看不见。眼睛闭上了，耳朵却怎么都堵不住。身旁林薇的甜腻腻的声音响起：“我想死你了，宝宝。”林薇继续和面前的男人撒娇：“昨天我还没有玩够，今天再一起去吗？”对面的男人笑笑：“昨天你过去的时候，不还是心不甘情不愿的吗？”一直看着手机想走，要不是被我拦下来了，你连12点都不一定待得住。今天开始没玩够了，我那不是有事吗？林薇嗲着声音说。我心头一震，所以林薇昨天是想和我一起过七夕的。还没等我多想，一阵电话铃声响起。林薇看了一眼手机上的备注，嫌弃地啧了一声，脸上的肌肉却放松了下来。“唐朝，你还有脸给我打电话？昨天晚上跑哪去鬼混了不回家？你还不如死在外面一了百了，从此再也碍不到我的眼。”林薇哑着声音说，像是受了极大的委屈。对面的人一愣，将林薇喋喋不休的抱怨打断：“您好，请问是唐朝先生的妻子林薇女士吗？我是成功安局的警察的丈夫，于凌晨1点20分左右逝世。”我听着电话那头传来的声音，遗憾林薇还是知道了我已经死了的信息，但还是不免生出一阵期待，他会是什么态度呢？林薇的手机滑了下来，落在地上，发出砰的一声。他猛地一拍桌子：“这不可能！我知道了。”他捡起地上的手机，语气有一些激动：“你一定是唐朝请来骗我的吧？他是不是不敢见我，所以让你来，想让我原谅他？”
做梦吧！不要挂断！我冲向前想制止他，却从他的身体里穿了过去。他喘着粗气，挂断了电话，紧咬着牙关不放。这个唐朝真是太过分了，怎么能开这种玩笑呢？他喋喋不休地说着，似乎这样就能将自己的心神安定下来。我遗憾地看着被他挂断的电话，原来就算是我死了，他只会当这是我的小把戏。他依旧在疯狂地咒骂着我，甚至连旁边情妇的话都没有听见。他张了张嘴，还没说些什么，就被电话铃声所打断。这次打来的是警方的电话。他看着手机上跳动的号码，罕见地发了呆。终于，他像是下定了什么决心一样，接通了这个电话。电话那边传来的声音还是和刚才一样，就连说辞也和刚才毫无差别，只是听的人变了脸色。请您节哀顺变，快些来认领唐先生的尸体。他像是终于相信我死了一样，叹了口气，随后笑盈盈地向情妇告别，说自己还有一点急事。离开咖啡厅后，他打了辆车就前往警局。路上，他始终没有什么情绪上的波动，似乎死的只是一个不相干的人。我看着他的态度，心脏处更加难受，甚至有些窒息感。我跟着他来到了警局门口，他站在原地顿了顿，似乎不想进去。我苦笑：是啊，谁愿意见到一个讨厌的人呢？他向警方说明来意之后，警方带着他来到一个停尸房前，向他简单的介绍我的死因。当他听见警方的那句“死在小区楼下，死因是被人殴打到致命的地方”时，他的眼睛缩了一下，像极了一个被踩了尾巴的猫。很快，他的神色趋近于平静。他淡淡地说：“谁让他整天在外面乱混的？这不都是他应该的？你什么意思？”年纪轻的警察打断了他的话：“唐朝先生是为了救你才被混混殴打致死的。我不知道你到底对他有什么偏见，导致他做什么在你眼中都是错的。”林薇听见这话，脸色瞬间变白。他抬眼看了下小警察：“你说什么？他是因为我才死的。”旁边资历老一点的警察打断小警察的话：“小赵他刚毕业，有些事情表达的不是很清楚。唐朝先生的死是因为那几个还没有被抓获的杀人凶手，不是因为任何人。杀人凶手有线索吗？”林薇哑着嗓子问。“有。”年长的警察点了点头，将手上打印的照片递给林薇：“这是我们通过您丈夫身上残留下来的毛发进行 DNA 比对检测出来的结果。您可以看看这些人，您是否认识？”林薇接过照片扫了一眼，点了点头说：“谢谢。唐先生的尸身有一些难看，您要看的话，还是要有些心理准备的，或者您可以选择直接火化。这一切都看您自己的意愿。”警察继续说。林薇抬头看了一眼停尸间，看一眼吧，反正我也不爱他。他沉默地走到我的面前，我的灵魂站在他的右边，想尽力捂上他的眼睛。我知道自己被打得有多重，我也知道这番场面有多难看。尽管他不爱我，我潜意识里面也不想让他看见。他看见我稀烂的尸体后，还是恍惚了一下，往后退了2步。我叹了口气，心下想：真是对不起啊，薇薇，我就算是死了，也不让你消停。面前的警察并没有看见林薇的异样，继续向着林薇说着我身上的伤口痕迹。林薇抿了抿唇，打断了警察的话：“够了，我不想听，直接给他的尸体火化吧，火化完再来通知我，随便把他身上的遗物也全都给我。”说罢，他又问了警察一句什么，随后脸色变得晦暗难明。我看着他冷静的样子，心中不免升起了一阵悲伤。我知道他不爱我，
但我不知道他能对我的死淡漠到这个程度。林薇说完，转身就离开了。我本不想再去跟着他，可还是被那股子吸力吸了过去，飘出停尸间前。我听见那个小警察嘟嘟囔囔着，他这个人怎么那么绝情，就这么对待他的救命恩人的。我要是那个男的看见他现在这个态度，绝对不会再去救他。年长的警察叹了口气，没再说什么。不，哪怕知道了他现在对我的态度，我依旧会奋不顾身地救他，因为他是林薇，仅此而已。我飘到他身边，听见他正在和情夫打着电话，声音也不再是甜的发腻。今天心情不太好，你就先回去吧，我们改日再约行吗？说罢，他也不管对方回没回答，就挂断了电话。我看着他萎靡不振的样子，心中升起一丝愧疚。我想，是我的死讯太晦气，是我的尸身太难看，才让他失去了兴致。林薇打车回到了家，入目还是那一副肮脏凌乱的模样。他像是想起什么一样，拿起手机发了几条消息后，就一直呆坐在地上。他在想什么呢？是早知道我死了就不将这些弄乱吗？我飘到他面前，轻轻抚摸着他的脸，慢慢地叹出一口气：微微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爱过吗？我想应该是爱过的，起码在我给他买了他想要很久的一个包包之后，他总会抱着我说一句：我最喜欢你了。这份爱足以让他在我生病的时候不离开家门，足以让他给我买来一盒药。但这真的算爱吗？他的情夫生病的时候，他会彻夜陪同，直到病愈。一杯酒也够他和他的情夫缠绵许久。他对待我的更像是对待一个无家可归的动物，可怜，但不会付出真心。但是，可怜不是爱吗？想了良久，我依旧是得不到任何答案。我继续看着他发呆的样子，没忍住虚点了一下他的额头。你就不能爱我一下吗？我话音还未落，林薇就猛地回神，死死地盯着我的方向，像是看见了什么一样。他站起身朝我走来，本就毫无动静的心脏，此时却像是重新活过来一样，一下下地跳着。我想说些什么，可还没来得及开口，他就径直从我的身体处穿了过去。我咬了咬牙，是啊，生前他那么讨厌我，死后他又怎么会看见我？他径直走到餐桌边上，慢慢蹲下身，看着这一地狼藉。我看见他抿了抿唇，从地上捡起来一块排骨，这是他最爱吃的菜。但在如今这个高温天气之下，排骨也早已变馊，他却只当闻不到，径直将排骨塞到了嘴里。别吃！我在一边疯狂地制止他，你要是想吃，我再喂你。是啊，我能为你干些什么呢？好在他没吃两口，就因为实在忍受不了吐了出来。他看了眼满地狼藉，走到厨房拿了些东西，就开始打扫房间。但他什么时候干过这样的活呀？破碎的碗从他的指尖滑了下去，在他的手心处割开了一道口子，鲜红的鲜血滴了下来，在地板上开出一朵绚烂的花。他却毫不在意地继续收拾，就好像没有发生过任何事一样。我看着从他的手心处流下来的鲜血，急得到处乱转。这些伤口要是处理不好，是会感染的。我几次三番地想握住他的手，却都穿了过去。是啊，我已经死了，连关心他的资格都没有了。很快，他收拾好了房间，一切恢复了原样。我精心布置的惊喜，连最后一点痕迹都被抹去。我看看他的嘴角勾起一抹笑容，似乎嘟囔了些什么。我想也是，他那么讨厌我，只有这样才是正常的。第二天一早，他去领取了我的骨灰盒，全程冷静至极，一点都不像刚死去丈夫的样子。
工作人员在他走后小声地说道：“我从来没有见过像她这样的人。听说她老公还是为了她才死的，结果她这态度，她老公在九泉之下也不会瞑目了。”她听见这话，只是顿了顿，没有反驳一句话。葬礼上，岳父岳母哭得泣不成声。他们两个都是很好的老人。我的父母在我和林薇结婚不久就出意外死了。这之后，二老几乎把我当成亲儿子在养。哭什么？他又不是你们的亲儿子。林薇结束了发呆，皱着眉头对岳父岳母说：“装装样子就行了。至于林薇，岳父出声，你还有没有心了？这么多年，唐朝对你可算是掏心掏肺，就连死也是因为你夜不归宿才死的。你一天天地到底在做什么？这么好的男人，你是一眼都看不到，整个人都扑到外面的小白脸身上去了。”“是啊，微微。”岳母擦了一下眼泪说：“你没听警察局的人说吗？昭昭都是因为你才死的，你为什么就不愿意看他一眼呢？”岳母的这句话像是点着了什么导火索一般，林薇瞬间就炸了。你们凭什么说他因为我死的？又不是我非让他去接我，这一切不都是他愿意的吗？他突然上前一步，将我的骨灰盒掀翻。这一切不都是他愿意的吗？不都是他咎由自取的吗？不是他非要我嫁给他的吗？为什么他死了，你们还要来怪我？林薇崩溃大哭，边哭边砸：“凭什么都怪我？他的死凭什么都怪我？”岳父岳母看见他的行径，更加生气了。岳父甚至抄起了拐杖，就要上去打林薇。我看见岳父的样子，急忙上去挡在林薇面前，一声闷响下去。林薇呆呆地站在原地流泪：“为什么怪我？你们为什么要怪我？”唐朝，他突然对上了我的双眼。“唐朝，你也怪我吗？”“不怪你。”我心疼地摸着他被打出来的伤口。“不怪你，我怪谁都不会怪你。”“林薇，我怎么有你这样的女儿？”岳父打了这一下，似乎还不解气，想要继续打上去。岳母站在旁边红着眼眶，罕见的没有阻拦。“打呀！”林薇流着眼泪说：“打死我是最好，不都说我害死了唐朝吗？那打死我为他偿命啊！你在犹豫什么？打死我呀！”看见林薇这疯疯癫癫的样子，岳父的拐杖还是没能落下去，他无助地往后退了2步。“你走吧，不要在这里碍着昭昭的眼睛。从此之后，我们就再也没有半点关系了。林薇，你好自为之。”林薇听见这话愣了愣，咬了咬牙，就愤然离开。他开着车一路到了山脚之下，这是我们出狱时的地方。他靠在便利店面前默默流泪，和当时一样。我心疼，却也没有任何办法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慢慢地晕倒在地上。我急得在天上转圈圈，却依旧无可奈何。直到在黄昏看见他慢慢地醒了过来，我心中提着的那一口气终于放了出来。他看着天空，再次与我对上了视线。他张了张嘴，无助地发出几个字节。我听见了，他问的是唐朝在哪。我心头一震，还没有反应过来，就被一股子吸力吸了过去。我看着他踉踉跄跄地朝着墓地跑去，心下难免好奇，他到底想干什么呢？等他到达我的墓地之后，我的骨灰已经被重新装好，坟冢也修好了。他站在原地呆愣地看着我的墓碑，看着墓碑上贴着的照片，突然动了动。我以为他要走了，正准备转身，就听见扑通一声，林薇朝着我的墓碑跪了下来，眼睛里面是眷恋和不舍。“因为我吗？我死了，原来你是会舍不得的吗？朝哥。”他的嗓音沙哑，“对不起。”一滴清泪从他的眼角滑了下来，泪水落到了他的手背上，像是点燃了什么导火索一般。
林薇突然崩溃大哭：朝哥，我不该那么任性，不该打碎你的骨灰盒，不该让你死了也不消停。你怎么能那么好？你为什么要对我那么好？林薇哭得泣不成声。我那么肮脏的一个人，你为什么要对我那么好？不脏的。我抬起手想为他擦掉眼泪。不脏的，微微最好了。林薇深吸一口气，你怎么能到死都在保护我？我不值得的呀。他癫狂地道着歉，一字一句地将自己曾经的伤疤剖开，来证明他不值得我去爱。我和他青梅竹马一起长大，可他还是为了名利放弃了我。他无助地磕着头：朝哥，你让我怎么相信世界上还有人是真正爱着我的呀？可偏偏还有个你，偏偏有个你对我一见钟情，偏偏有个你对我无微不至。我怎么敢相信这么好的你是爱我的？林薇紧咬着嘴唇，我怎么敢相信啊？我用尽一切手段，我用这种极端的方式来证明你还爱着我，你会爱着我。可我怎么配得上你啊？就连现在你也是因为我才死的，不是因为你，不是因为你，不是因为你。我一字一句地在他耳边解释着，不是因为你，我永远爱你，我永远不会怪你。等到他哭累的时候，已经是深夜了。我看见他拿起手机看了一眼，嘴角扬起一抹笑意。他走到便利店，开着车，一路上心情都非常好。我不禁有一些好奇，等待他将车开到我遇害的树林时，我却突然开始心慌。直到我看见蹲在树林边说话的两个小混混的时候，才像被打醒了一样反应过来什么。那天走之前，林薇问过警察，如果将这些杀人凶手抓回来了，该怎么判刑？警察叹了口气说，这是群众作案，并且当时并未将你的丈夫打死，很有可能被判成过失杀人，无法判处死刑。他将车速提到了最高，在看见那两个小混混的时候，他的眼睛迸发出了更加夺目的光彩。你说那个女人约我们过来是什么事？一个小混混问。不会要为了她男人报仇吧？报什么仇？她压根就不爱她男人。另一个小混混回答，更何况她不过就是个女人，能拿我们怎么样？而且我问过律师了，就算查到我们身上来，我们也不会被判死刑的。她要是报仇，那就是犯罪。他话音刚落下，就看见刺眼的车灯径直地向他们冲了过来。两个小混混像是被吓得走不动道了，只几秒，他们就被碾到了车轮之下，车也因为刹不住撞上了路边的大树上。我飘在外面，看不见车里面的样子，害怕妻子出了什么事。10分钟后，妻子踉踉跄跄地打开车门，满头鲜血的他看起来就像是来讨命的恶鬼。他看着躺在地上的小混混，脸上是大仇得报的痛快。没事了，朝哥，他说。随后也不管场面有多难看，径直便回了家。我害怕他被警察抓住，想推着他去清理现场，却只能一次次穿过他的身体。而他只是在清理完自己后，呆呆地坐在客厅的沙发上。咚咚咚，敲门声响了起来。林薇的眼睛马上就亮了。朝哥，他叫着，没有穿鞋就跑过去开门。打开门后，他的面色突然冷了下来。来的人是他的情夫。宝宝，我来找你出去玩了。情夫兴高采烈地说，之前你都不让我碰你，现在你老公死了也没人管你，就和我去玩玩怎么样？去吧。微微，我看着面前冷漠的妻子，去吧，不过要小心点，如今我保护不了你了。林薇看着他的样子，突然抄起鞋架上的玻璃瓶子就往情夫身上砸了过去。滚！不是因为你，朝哥也不会死。情夫被他突如其来的怒吼镇住，
反应过来后，对着林薇强颜欢笑道：“你发什么火吗？我说的难道不是事实吗？他都死了，你还为他守身如玉干什么？宝宝，走吧。”林薇听见他的话，更生气了，拿起手边能拿到的一切东西往男人身上砸去。你就是个混蛋，要不是你，我老公就不会死，都怪你！你现在还好意思叫我出去？情夫在林薇的持续输出下也有些破防，他抓住林薇朝他扔来的瓶子，怒气冲冲地说：“都怪我，怪我什么？怪我和你鬼混的时间最长。林薇，他活着的时候，你到处找男人，死了你倒是开始后悔了。”说罢，他冷笑一声，转身摔门离开。林薇却依旧站在那里愣神，泪水再次从他的眼角滑了下来。半晌，他突然回神，疯疯癫癫地跑到客厅，拿出手机。我看着他点开和我的对话框，往上翻动着，看着我们之前的聊天记录。我的微微啊，哪有什么好看的呢？这些年他和我聊天的内容，不过是他无理由发出的争吵，和我毫无底线的退让和委曲求全的样子。聊天记录也是少得可怜，他将聊天记录翻来覆去的看了几遍，将自己埋在膝盖上痛哭。我本以为他会哭很久，却只看见他擦了擦眼泪，面上露出了一个笑容，那是带着些解脱的笑意。他转身走进浴室，顺手拿走了我放在柜子上的剃须刀。我看着他的动作，没来由的恐慌几乎要将我溺死过去。不要，微微！我想抱住他，却被他穿了过去。我看着他将自己洗漱干净，随后带着手机走到了放满水的浴缸里。他拿起剃须刀，朝自己的手腕上割了一刀。我看着他的动作，心里也像是被割了一道口子。我想出门喊人，手却接触不到任何东西。直到现在，我才反应过来，为什么不清理现场？原来是他早就不想活了。我看着面前的林薇，哭着对他说：“我不怪你，我从来没有怪过你。薇薇，你不要做傻事好不好？”他拿起手机，找到我的对话框说：“朝哥，这几年是我太任性了，对不起这么多年你对我的好，你原谅我好吗？”说完，他再次拿着刀朝着自己的手腕割了下去，嫣红的鲜血流到浴缸中，像极了一朵盛开的花。朝哥，我真的很爱你，真是没有人教过我如何去爱。如果有下辈子，你愿意来教我吗？他语气平静，却也能听出一些久别重逢的喜悦。我愿意。我轻轻地握着他的手，我愿意教你，学不会也没关系，反正我会迁就你。他好像听见了什么，眼睛突然亮了。那就这样说好了。说罢，他再次朝着自己的手腕割了一刀，伤痕已经很重了。浴缸里的女人也已经奄奄一息，他放任自己沉了下去。朝哥，我来找你好不好？他的气息逐渐微弱，我的灵体也即将消散。恍惚间，我甚至看见了林薇从他的身体中站了起来，直直地朝我跑了过来，和我抱了满怀。他抬起头，笑盈盈地说：“朝哥，我想吃你做的排骨了。”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